你还记得出入黑风山时所遇见的那只山魈吗？他每一次见到天命人，都会因为害怕仓皇而逃，只在一旁的佛头上留下五蕴中的其中一蕴。当天命人历经艰险来到花果山，并再次遇见他后，这只山魈已然找到了最后一蕴。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即逃跑，而是在争论片刻后，将最后一蕴交给了天命人，他自己却陷入了癫狂一般，大笑着离开。或许很多玩家都会觉得山魈的行为莫名其妙，然而他所做的一切虽不及天命人一路斩妖除魔、寻回大圣6根那般耀眼，但他默默无闻付出的背后，却是世界上最伟大且无私的爱。他就是曾被大圣封为将军的通臂猿猴。那么今天黄魔就来给大家讲一讲黑神话悟空里通臂猿猴的故事。多年以前，通臂猿猴在花果山山顶偶然间发现了一块仙石，随着仙石炸裂，竟产出了石卵，石卵遇风化作了一个石猴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通臂猿猴便凑上去看，他也就此成为了石猴出生所见的第一只猴子。谁料那石猴竟然模仿起了他，学他走路，学他爬树。见到这一幕的通臂猿猴心中欢喜不已，于是将石猴当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他将石猴带回了山林中，与其他猴子相识，通臂猿猴也教会了石猴最初的猴子习性。这时候孩子也很了得，不仅带着猴群住进了水帘洞这样的洞天福地，还成为了群猴的代王，名为美猴王。很快美猴王就率领群猴在水帘洞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。通臂猿猴自然也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。美猴王就像他的孩子一样，孩子有出息，他也跟着一起开心。直到猴群里有老猴年老体衰，气绝身亡，猴群们立即意识到终有一天他们难免一死，于是通臂猿猴便劝诫美猴王外出学道。尽管心中百般不舍，但为了能与猴群在山中永远过上逍遥日子，美猴王一路漂洋过海，前往了灵台方寸山拜师学艺，而通臂猿猴便留在花果山照看猴群，整日思念他一直看着长大的石猴。可以说通臂猿猴是美猴王的养母都不为过。苦等20年，通臂猿猴终于等到自己的孩子学成归来。美猴王不仅学了一身的本事，甚至还有了新的名字孙悟空。通臂猿猴那是真心为他感到高兴，当然孙悟空也没忘了他，而是将他封为了将军。对于通臂猿猴来说，只要能陪伴在猴群和孙悟空身边，将不将军的其实都无所谓。后来通臂猿猴更是看着孙悟空有了一番作为。孙悟空不仅前往龙宫借了金箍棒，还为猴群们带回了防身的兵器，接着又去地府替猴子猴孙们划掉了生死簿上的名字。结果不仅没有受罚，反而还做起了天官。只不过这天官没做多久，孙悟空就回到了花果山，并自封为了齐天大圣。可那天庭却又再次将大圣哄了回去。这一次大圣闹了凌霄宝殿，结果被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。通臂猿猴自知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带着猴子猴孙们等待着他的石头孩子归来。而这一等就是500年。当他孩子回来的时候，头上多了一道金箍，腰间还缠着一个虎皮裙，原来是在保唐僧西天取经途中被弃了回来。通臂猿猴只觉得没关系，能回来就好。本以为大圣能够再次陪伴群猴，可不知为何花果山来了一头猪妖，据说是大圣的师弟。一番折腾后，还是说动了大圣回去取经。眼见大圣刚回花果山就要离开，通臂猿猴与群猴们那是万般不舍。大圣也答应了他们，只要自己取经回来，就能回到花果山继续共享欢乐。通臂猿猴明白孩子有自己的苦衷，只能任由他去。又过了10余年，大圣终于保唐僧取得真经，封了佛位，成了斗战胜佛。然而大圣纵然得了正果金身，却还是心系花果山的猴子猴孙，所以他辞去佛位，回到了花果山，准备和群猴们永远过上逍遥日子。见孩子功成身退，通臂猿猴心里那是比谁都高兴。但那天庭却又一次打上了门，而这一次不仅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们惨遭不幸，就连大圣也因此陨落，几番起起落落，最终又回到了山里，再次化为一块顽石。对于通臂猿猴来说，他的天塌了，他就像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，失去了所有，可能力弱小的他又能做什么呢？然而某一天，有位仙人托梦告诉通臂猿猴，五蕴能够度化一切苦难和不幸，如果他能够走遍天下，寻得五蕴，炼出五蕴之丹，或许就能让大圣化作的顽石感应到，也让大圣从顽石中复生。尽管只是一场梦，尽管没有得到梦里仙人肯定的回答，但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都会去尝试。于是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为了复活自己的孩子，不惜走遍3界4洲，几乎与天命人同时走上了这条重走西游的路。可谁又知道这位母亲在路上经历了多少苦难？然而她在黑风山第一次发现五蕴之一的时候，她的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小猴。如今的她不能冒任何风险，一旦自己有什么闪失，那么孩子复生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。所以通臂猿猴只能丢下五蕴，落荒而逃，结果让小猴捡了去。就这样，他途经了黄沙漫天的黄风里，穿过了天寒地冻的小西天，走出了危机四伏的盘丝洞。可只要自己发现五蕴之一，那小猴就总是会不合时宜的出现。但通臂猿猴却并没有放弃，兜兜转转，他又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花果山。结果偶然发现五蕴的最后一蕴赫然就在那大石敢当的眼里，可他对其却又无可奈何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通臂猿猴发现大石敢当竟然被他人打败。此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立即爬到了大石敢当的佛头面前。一路所经历的苦难早就让他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，眼前的佛头面目狰狞，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恐惧，因为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，他终于得到了最后一蕴。可他一转头却发现眼前已寻得大圣5根的天命人，竟与自己孩子的容貌一般无二。一时间，通臂猿猴的心中充满了震惊和疑惑。他看了看手里的最后一蕴，又看了看小猴，明明自己还没有炼制出五蕴丹，可眼前之人却又处处是大圣的影子。在错愕之后，通臂猿猴将最后一蕴扔给了小猴，随即如释重负一般放声大笑。
笑，可能他认为大圣其实早就回来了，也有可能他明白了仙人所指的复活，其实并不是让大圣复生，而是传承了大圣意念的天命人。不管自己疯癫也好，独自度过余生也罢，这位母亲已然释怀，因为她知道当初那个学自己走路、学自己爬树的孩子是真的回不来了。常常唯有爱是永远的心花，潮起潮落时，相约，痛的纠缠。我是修边狂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在黑神话悟空里的每一个章节，天命人都会遇见一只顶着差不多名字的蛙精，不是叫波里格浪，就是叫浪里格波。除了第一次遇见的蛙精比较简单，后续的每一只蛙精都能打得天命人抱头鼠窜。有趣的是，被蛙精揍的除了天命人，还有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道士。他不仅能够手搓五雷法，一命通关浮屠界的密室逃脱，还受到了白焰魔君的点名表扬。就连碧水金睛兽都能被他搞成紫皮狮子狗，还能以凡人之躯反包围数名天兵。可以说，天命人所经历的一切，小道士都只用一条命经历过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成长速度堪比爽文主角的小道士，却整日沉迷寻找天下奇蛙。那么这位在众蛙面前屡战屡败的小道士，最后是否如愿做起了美蛙鱼头？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一命通关黑神话悟空的狠人蛙仙人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哈比国的某个小城。在《西游记》原著里，哈比国位于唐僧师徒收服白龙马的阴愁涧与黑风山之间。在这个小城的城门外，每天都会在天亮前聚集夜市。夜市是小贩们在等待入城时闲着无聊互相交换货品的地方，毕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久而久之，夜市就因为价格便宜，在城里小有名气，从而吸引了很多老百姓来购物。但某一天，夜市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卖油老头，他穿着一件不青不白的衣服，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，说话声音之大，犹如敲锣打鼓，一张嘴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超标，不仅话多，脾气还暴。老百姓都不想与这个卖油老头结交，可他卖的油偏偏又清澈透亮，入口柔还上头，只需要用一点香粉就能换一大桶清油，所以卖油老头摊前总是围满了人。直到一个四处游历的小道士途经夜市，发现老头身上隐隐散发着一股妖气，于是热心的小道士当即念动起了道家咒语灵官咒，果然见卖油老头止不住的颤抖，老头很快便现出原形，原来是一只绿皮大青蛙。周围的人见大白天都有妖怪敢出来，拿起扁担就要降妖伏魔，可那青蛙双腿一蹬就跳了3、4楼那么高，径直向着山里逃去。仗着人多，一众热心市民追着青蛙来到了一处洼地，只见许多小青蛙正在互相刮下身上的粘液，并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桶里。完事后，小青蛙们还给身上铺上了从夜市换来的香粉。等市民们悄悄靠近，竟然发现桶里面的粘液跟他们平时买的清油一模一样。市民们一细品，哪儿还顾得上抓妖怪，直接扭头吐了起来。绿皮大青蛙见状不妙，立马带着手下逃到了黑风山，并在一处芦苇水潭之中做起了小呱呱们的代网波里格浪。直到波里格浪遇见了天命人。至于那个途经哈比国的小道士，自从见到了那只大青蛙后，便将捉妖视为了自己的天命。小道士从此也与这个物种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没多久，他就在黄风岭的一处河谷附近听到有青蛙的叫声，时不时还伴随着电光。凑近一看，果然是一只身着青蓝色布衣的黄拐浪里格波。小道士脸都快笑烂了。虽然这只黄皮大蛙与之前的青蛙外观有所不同，但小道士也并没有多想，只要采取偷袭的方式，定能一招降服此妖。他设下法坛，摘下道冠，让自己披头散发，再以朱砂画下3道灵符后，拔出大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只见他大喊一声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！”灵符被他抛向空中，随之燃起一团火光。河谷里感受到危险的黄蛙也立即跳了出来。小道士见状，再次挑起第2张灵符，周围瞬间狂风大作。当第3张灵符被小道士挑起后，乌云中竟然劈下了一道惊雷，黄蛙顿时被吓了一跳，小道士也被吓得不轻。原来他所用的正是五雷法，可能是小道士道行不够，使用五雷法的成功率并不高，本来没抱多大希望，却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成功了，结果把一人一蛙都吓得不轻。等雷声过去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发现只有几棵树被劈倒，也不知道是雷劈歪了，还是黄蛙本就修的雷法，使其雷折不清。等小道士缓过神来，想要提笔再画3张灵符的时候，黄蛙也不打算给他机会了，不急不慢地拍起了肚皮。尽管没有小道士施法那般华丽，但随着黄蛙的敲击，空中直接就落下了10余道金色雷电，并且每一道都落在了对方的身旁。见小道士还能狼狈地躲开，黄蛙又是一张嘴吐出了一群带电的小活尸，也就是小蝌蚪。无论小道士如何闪躲，小活尸都穷追不舍。小道士哪见过这种场面，赶紧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黄风岭。有趣的是，人们常以行事做派的华丽程度来判断实力，小道士又是设法坛，又是点香烛画符，招来声势浩大的雷电，看似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结果却闹了个笑话。反倒是黄蛙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法术，只是拍了拍肚子就能打得小道士抱头鼠窜。看来游客是在这里讽刺的人们往往都会根据表面来判断实力，但他们同时也在告诉玩家，不要被华丽的表象所迷惑，而是要透过外在看清事物的本质。咱们说回小道士，自从落荒而逃之后，他便痛定思痛，在山里闭关了数年，把五雷法练得炉火纯青，那叫一个张口就来。有了足够的实力，小道士便再次踏上了寻蛙之旅。好在当时有只小活尸被他顺走，放进了随身的葫芦中。在小道士经过
小西天的雪山时，竟然发现葫芦有了反应。他意识到附近一定有蛙精，于是开始四处寻找。果然在一处深谷的寒潭边，发现了一只身上挂满霜雪的雪蛙。浪里个浪，卧薪尝胆数年的小道士不由得再次笑出了声。如今以他的实力对付区区蛙精，岂不是手拿把掐？小道士二话不说，随手使出一道五雷法劈向雪蛙。雪蛙应声倒地的画面已然在他脑海中浮现。可谁料下一刻，雪蛙只是一蹬地，便轻松躲过了惊雷。小道士见状，不慌不忙，再次劈出一道雷电。可那雪蛙不仅又一次躲了过去，还蹦到了小道士面前。小道士轻蔑一笑，立即走位，想要拉开距离。结果雪蛙站立起来，肚子一挺，直接来了一招肉弹冲击，把小道士顶飞了数米远。然而此时想还击已经来不及了。雪蛙张开大嘴，吐出一股冰冷刺骨的寒风，瞬间就让小道士冻住不许走。就在雪蛙打算吃了小道士的时候，黄眉手下的和尚弟子正巧路过，见到还有个道士被冻在这里，于是忍着笑把雪蛙赶走，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小道士本以为这些和尚会带他去寺庙疗伤，结果和尚们竟然把他丢进了浮屠界的监牢之中。虽然小道士捉蛙精有些拉胯，但他本身的实力还是非同凡响。在被丢进监牢后，小道士便开始了勇闯浮屠界。他走过了天命人走过的路，但与天命人一路死过去所不同的是，这小道士就像开了挂一般，魔音也听了，眼睛也红了。虽然过程九死一生，但他竟然仅靠一命便走出了浮屠界，甚至武艺都长进了不少。目送着小道士出去的小张太子，心里估计更是心灰意冷。即便遭受这般待遇，小道士都还是对雪蛙念念不忘。脱险后便立马准备回去报仇。当然，逃出浮屠界不仅得有勇有谋，还得配上飞智八爪鱼4黑神话悟空联名手柄。这款手柄由飞智与游戏科学共同设计，不仅开机的黑神话专属动画将仪式感拉满，就连 IML 工艺的外壳上都是柳木棒的木质纹理，轻量化金属十字键搭配电镀的锁子甲握把，就连 ABXY 键都是游戏的专属字体，并且它还搭载了星闪技术，无线轮讯率从1000赫兹提升到了远超同行的2000赫兹，鎏金配色的力反馈扳机，支持超多热门3A 的飞智空间站，搭配回中不偏移的力调节合金摇杆以及自由调节摇杆阻尼，足以让每一位天命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感。当小道士回到寒潭的时候，雪蛙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估计是碰见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天命人，从而遭遇了不幸。见找不到雪蛙，小道士也就离开了小西天。说句题外话，我认为就算小道士正面遇上黄眉，被黄眉抓起来洗个几年脑，问他什么是大道，估计他能给黄眉回答个没什么爱好，就乐意抓点青蛙。咱们说回小道士，离开小西天后，他在大白天来到了盘丝岭的朱家大院，见这里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，他便走了进去，想要在这里歇个脚。谁料在一处大宅院中，一脚踩空掉进了洞穴内。当他缓过神来，才发现这里布满了蜘蛛网，到处都是虫妖，正是盘丝洞的上层。小道士可没有四美送的嫁妆，只能依靠着在浮屠界所学的生存技能，不断向着洞穴下方的深处探索。虽然打青蛙他是屡次吃瘪，但误入盘丝洞他可是重拳出击。随着小道士的深入，他随身的葫芦再次有了反应，待穿过一道石缝，果然发现毒蛙波了一个波，趴在水里，并独占了一束天然泉水。周围的虫妖非常惧怕，根本不敢靠近。如今的小道士不仅能够熟练使用远程的五雷法，一路上的磨练也让他不再惧怕任何进展。于是信心爆棚的小道士拔出宝剑就向毒蛙砍去，一人一蛙在水里打成一片。毒蛙的雷电攻击和近战攻击他都能应付自如。可就在关键时刻，毒蛙竟然张开大嘴，嘴里伸出一只佛手镯，佛手反手一个附带精神伤害的大逼斗抽在了小道士脸上。这一巴掌打得小道士印象深刻，不敢再贸然靠近。毒蛙索性也不装了，嘴里开始喷出毒水，将整个水潭都染上了剧毒。尽管小道士反应极快，赶紧钻出了石缝，但还是沾上了毒水。下一刻，一个不是四美就是二姐的女人出现，将小道士误认成了黄花观的道士。小道士也因毒气攻心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便咯喽一声昏迷了过去。女人见状，怕引起白眼魔君的误会，于是命人把小道士送去了黄花观。就这样，小道士靠着泼天的运气，不仅被黄花观的道士们治好了毒伤，还被误认成了是来拜师学艺的。所有人都对他照顾有加，这要是让天命人知道了，那不得来一句 And you, my friend, are a true hero. 俗话说得好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小道士在观中看人练功，竟然也学会了一手摘星换斗、野马跳涧。更离谱的是，白眼魔君在得知了小道士一路上的遭遇后，立马感觉这孩子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，无非就是运气差了点，于是真就想收他当个弟子。小道士受宠若惊，立马跪下认了这个师傅。但小道士心里明白，比起修道，寻找天下奇蛙才是他的天命。于是连夜卷铺盖，无视空气墙逃出了盘丝岭，也算是误打误撞逃过了成为情郎虫育成材料的命运。而白眼魔君在得知此事后，非但没有生气，还评价起小道士有小智而不拘大节，是个妙人。根据狂魔的猜测，大概的意思应该是小道士有如此天赋，竟然没有丝毫想要得到长生的想法，反而是热衷于抓青蛙，是个有趣还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人。白眼魔君虽然不理解，但表示尊重。回到小道士这边，他估计也是对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千，自下山以来从未取得一胜，可却总有奇遇，逢凶化吉。想着想着，小道士便来到了火焰山的清凉坡，结果一抬头就发现了一只身上有着红色条纹的火蛙波浪浪。小道士一愣，正要占个痛快，却见不远处的洞里竟然来了一只
紫皮狮子狗，也就是碧水金睛兽。这狮子狗异常凶猛，见有人在洞口徘徊，不由分说便冲了过来。小道士哪见过这等凶兽，一时间竟然慌了神。好在火蛙一脚蹬开了狮子狗，这才救了小道士一命。而狮子狗也小看了一人一蛙的羁绊，火蛙当即喷出火焰压制狮子狗。小道士看准时机，直接使出刚学会的摘星换斗和野马跳涧。紫皮狮子狗见状被吓得不轻，夹着尾巴逃进了洞里。小道士一路追了进去，发现这洞里与外面炙热的火焰山相比，竟十分凉爽。火蛙也紧随其后跳了进来，并找了一处阴凉坝待着。火蛙虽然能够喷火，但天生怕热，所以他也只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。这一刻，小道士终于大彻大悟。他在一开始发现蛙精的时候，就认定了他们会为祸人间，所以想尽一切办法都要除掉蛙精。直到遇见紫皮狮子狗，火蛙救了他一命，小道士才意识到这些蛙精并不是一心想要作恶，就算是妖怪，也跟普通的动物一样，都有求生的本能。人与妖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在追求如何能够生存下去。想到这里，小道士那是感慨万千，心中顿时杀意全无，拿上大宝剑便离开了火焰山。一路走来的机缘，让他的道行非同凡响，如今也感受到了天下苍生的生存之道。小道士从此不再沉迷捉妖，反而是开始研究起妖怪们的生活。多年以后，小道士的实力早已深不可测。就在他途经花果山时，竟发现这里山水秀丽，可谓是一片福地，于是便将陪了他一路的小活尸放回了花果山这片大自然之中。但下一刻，天空落下数道惊雷，赫然是几名威风凛凛的天兵。小道士还以为是自己闯祸了，本打算解释一番，可天兵根本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，提上刀劈头盖脸的就向着小道士砍去。尽管小道士十分疑惑，但还是抽出大宝剑与对方站在了一起。看来是孙悟空死后，天庭早已将花果山封锁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格杀勿论。尽管小道士拼尽了全力，但面对数名天兵的围攻，身为一介凡人，他终究还是没能完成反杀。就在小道士即将命丧天兵之手的时候，旁边竟然蹦出来一只大石蛙浪波波。石蛙一身的钢筋铁骨，面对天兵的刀光剑雨以及天降降下的雷电，竟然毫发无伤。石蛙仅仅只是略微出手，便将一众天兵天将打退。等小道士反应过来，才发现原来这石蛙正是自己刚刚放生的小活尸。从那以后，道士也不再追寻求仙问道，反倒是去拜访那些蛙精，向他们讨要一些小活尸，并将之放生到各处钟灵毓秀的山川之中。小道士也因此扬名四海，故而被世人称为蛙仙人。我是修边黄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